第27章文学课。有一天，乔交了好运，仿佛捡到了一枚幸运的硬币。这并非真正的金币，但我怀疑即便是50万枚金币，也无法给他带来这份意外之财所带来的巨大幸福。每隔一段时间，乔就会穿上他的作家服，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用他的话说，就是陷入创作的漩涡，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小说创作中，直到完成才会罢休。作家服是一件黑色的围裙，方便他擦拭钢笔，还有一顶帽子，上面系着一个俏皮的红色蝴蝶结。工作时他会把头发束在帽子里。对家人来说，这顶帽子就像一个信号，当他戴着帽子时，最好离他远一点，只是偶尔探过头去关心一下，问问他灵感如何。很多时候，他们甚至不敢开口问，只通过观察帽子来判断情况。如果帽子拉得很低，几乎盖住了额头，那就意味着创作者正处于创作高潮。如果帽子歪向一边，则表示他热情高涨。如果帽子掉在地上，那就说明作者陷入了绝望的困境。遇到这种情况，不速之客便会悄悄退下，不再和乔说话，直到那个红色的蝴蝶结再次骄傲地立在未来作家的头顶上。乔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天赋，但是当灵感来临时，他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中。生活对他而言变得无比幸福，仿佛没有了匮乏、忧虑和恶劣天气。他感到安全，在一个充满朋友的想象世界里感到快乐。这些朋友对他而言就像有血有肉的朋友一样真实和亲切。他的眼睛不再需要睡眠的休息，他不吃不喝，白天和黑夜都显得太短，无法尽情享受这种只有在那些时刻才能体验到的幸福。这让他的生活充满了意义，即使他什么也不做。这种神圣的灵感通常会持续几个星期，之后年轻的姑娘会从创作的漩涡中走出来，感到饥饿、困倦、脾气暴躁或者沮丧。她刚从一次这样的发作中恢复过来，就被克罗克小姐说服陪同去听一场讲座。作为她善举的回报，她带着一个新主意回来了。这是一系列面向成人的通俗讲座，在波士顿举行，主题是金字塔。考虑到听众的类型，乔对这个主题的选择感到非常惊讶，但他想，像那些整天为煤炭和面粉价格操心，有比狮身人面向更紧迫问题需要担心的人们介绍法老的荣耀，或许是为了弥补某种严重的社会不公，或是为了满足某种重要的需求。他们到得很早，趁着克罗克小姐整理袜子后跟的空当，乔开始打量周围的人。他左边坐着2位额头宽大、戴着相衬帽子的女士，她们一边打着花边，一边谈论着妇女权利。稍远一些，坐着一对羞涩的拉着手的情侣，一个忧郁的老处女正从纸袋里掏薄荷糖吃，还有一位老绅士用一条黄色的颈巾遮着脸在打盹。他右边只有一个男人，正专心致志地看报纸。报纸那一页有几幅插图，乔观察着离他最近的那一幅，纳闷着究竟是什么样精心策划的一系列情节，需要这样一幅情节句式的插图。一只狼正咬着一个身着战士服装的印第安人的脖子，那人正从悬崖上坠落。同时，2个怒气冲冲的年轻骑士，他们的脚小得不成比例，眼睛又大得离谱，正在互相刺杀。背景处，一个披头散发的年轻女子张着嘴惊恐地逃跑。当那个年轻人正要翻页时，发现乔正从他肩膀上方看过去，他便带着年轻人特有的爽朗态度，把报纸的一半分给他，直截了当地问道：“您想看吗？这是个一流的故事，
乔微笑着接受了，因为男孩子对他来说一如既往的有趣。他很快就沉浸在那些文学价值不高、充斥着爱情、神秘和谋杀的常见故事套路中。在这些故事里，激情总是缺席，而当作者想象力枯竭时，一场大灾难便会一下子消灭一半的角色，剩下的人则为他们的覆灭而幸灾乐祸。很精彩，不是吗？年轻人看到乔读到结尾时问道。我想如果我们用心去做，您和我也能写得更好。乔评论道，他觉得年轻人对这种垃圾作品的钦佩很有趣。如果我能做到，我会非常幸运的。他们说，这位作者靠写作赚了很多钱。他指着标题下方的名字 L.A.N.G. 诺斯伯利小姐。您认识她吗？乔突然很感兴趣地问道。不认识，但我读过她所有的作品，而且我有一个朋友在这家报社的编辑部工作。他说，他写这样的故事能赚很多钱。乔带着更敬佩的目光看着插图上那个骚动的场面和那段充斥着大量感叹号的文字。当然，他知道人们喜欢什么，而且稿费也很丰厚。这时，讲座开始了，但乔几乎什么也没听进去。当桑兹教授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贝尔佐尼、胡夫、圣甲虫和象形文字时，他却悄悄地记下了报社的地址，决心参加那些版面上宣布的故事竞赛，并赢取那$100的奖金。当讲座结束，听众们都醒过来时，这位年轻的姑娘已经在她的想象中创造了一笔巨大的财富。这并非她第一次梦想通过纸笔发财，并且全神贯注地构思着故事情节，试图决定决斗应该在私奔之前还是谋杀之后发生。回到家后，她没有提及自己的计划。第二天，她便开始写作，这让她母亲颇为担忧，因为她知道女儿一旦投入缪斯的怀抱，便会备受折磨。乔以前从未写过这类故事，与此最接近的也只是他为展翅之鹰编造的那些甜蜜的爱情故事。他的戏剧经验和广泛驳杂的阅读成了他有用的灵感来源。他从中获取了戏剧效果、情节、词汇和服装方面的点子。鉴于他对这种令人不快的感受经验有限，他尽力在故事中营造出绝望的气氛，并将故事背景设在里斯本，选择了一场地震作为惊心动魄且恰如其分的结局。他极其谨慎地寄出了手稿，并附上了一张便条，说明如果未能获奖，他几乎不敢奢望作者愿意以他们认为合适的价格出售这个故事。6个星期是很漫长的等待，对于一个需要保守秘密的年轻女士来说更是如此，但乔两者都做到了。当她开始对再次见到自己的手稿不抱希望时，一封信的到来让她几乎喘不过气来，因为当她打开信封时，一张$100的支票掉在了她的膝盖上。几秒钟内，她睁大眼睛看着它，仿佛那是一条蛇。然后他读了信，便哭了起来。如果那位写这封亲切信件的和蔼先生知道他的阅读会带来多少幸福，他一定会愿意把他所有的空闲时间，如果他有的话，都用来从事这项愉快的消遣。对乔来说，这封信比钱本身更有价值，因为他鼓励他继续努力。经过多年的辛勤付出，发现自己学到了一些东西。哪怕只是学会了写一篇能引起轰动的故事，这也是非常美妙的。当乔从激动中恢复过来，一手拿着信，一手拿着支票，出现在家人面前，宣布自己获奖时，很少有人见过比他更骄傲的姑娘了。理所当然地，这个消息引起了巨大的欢腾。当故事发表后，每个人都读了它，并发表了评论。父亲说，词汇运用得当，爱情故事自然感人，悲剧性的悬念
也处理得极好。但他随后摇了摇头，带着他惯常的非物质主义态度补充道：“你可以做得更好，乔，要追求更高的目标，别只想着钱。我觉得钱才是最好的。你打算用这笔巨款做什么？”艾米问道，带着极大的敬意注视着那张神奇的纸片。我会请妈妈和贝斯去海边住几个月，乔毫不犹豫地回答。哦，太慷慨了，但我不能接受，亲爱的，那样对我来说太自私了。贝斯叫道，他高兴地拍起手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仿佛已经闻到了清新的海风。但他立刻就拒绝了姐姐递过来的支票。我坚持你们必须去，我已经尽我所能了。这就是我尝试的原因，也是我成功的原因。当我为了自私的目的去做事时，我从来都做不成任何事，但是为你努力时，我就成功了。你看明白了吗？而且，妈妈需要换换环境，她不会让你一个人去的，所以你必须陪她。我很高兴看到你回来时，脸颊红润，身体健康。乔医生万岁，他治好了他所有的病人。最后，经过许多讨论，他们还是去了海边。虽然贝斯回来时并没有像他们期望的那样红光焕发，但确实好多了。马奇太太则声称自己年轻了10岁。乔对自己奖金的用途感到满意，又重新投入工作，决心要得到更多那些可爱的支票。那一年，他又得到了好几张，并开始觉得自己是家里的顶梁柱，因为凭借文学的魔力，他的胡言乱语让大家的生活都变得更好了。公爵的女儿支付了肉店的账单，幽灵之手换来了地毯，考文垂的诅咒则成了全家人的衣食来源，真是一大幸事。财富无疑是令人向往的，但贫穷也有其优点。逆境中最甜蜜的一个方面便是工作带来的满足感，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很多时候，智慧、美丽以及世界上其他美好的事物都源于匮乏。乔尝到了满足的滋味，当他感觉到自己可以自食其力，不必向任何人祈求1分钱时，便不再羡慕那些富有的姑娘了。他的短篇故事没有引起太多关注，但也有自己的读者。受此鼓舞，这位年轻的姑娘决定更进一步，去追求名声和财富。她把自己的小说改写了4遍，大声读给信任的朋友听，然后战战兢兢、犹豫不决地把它交给了3位编辑。最后，她收到了一份录用通知，条件是删掉1/3的篇幅，并省略掉她最引以为豪的部分。现在我必须决定是把它重新放回阁楼的厨房里任其发霉，还是自费出版，或者把它切成小块卖掉换点钱。家里有个名人固然很好，但我认为钱更有用，所以我想和大家一起做这个决定。乔说道，他召集了一次家庭会议。孩子，别糟蹋你的书，因为它比你想象的要好。而且你已经把情节发展得很好了，让它放一放，慢慢成熟吧。他的父亲劝告道。他自己以身作则，因为他已经让自己的作品成熟了30年，即使果实已经成熟，他也不急于采摘。我认为现在试试运气比等待更好，马奇太太指出，面对批评是对作品最好的考验。因为它可以发现意想不到的优点和缺点，并为下一次的改进提供指导。我们都太偏爱你了，但是第三方的赞扬或批评可能会非常有用，即使这意味着一开始赚的钱很少。是的，乔说着，扬了扬眉毛。你说的对，我已经在这本小说上花了太长时间，现在已经不知道它是好是坏。还是不好不坏了。我需要一些公正的人来读它，给我他们的意见。
一个字也别删，那样会毁掉整个故事的。因为它的魅力在于人物的思想而不是行动。如果你不提供那么多细节，那就会一团糟。梅格说道，他真诚地认为这是有史以来写过的最好的小说。但是艾伦先生说，删掉解释，缩短文字以增强力度，让人物自己来讲故事。乔回答道，读着编辑的来信。听他的话，他知道什么好卖，我们不知道。写一本好书，让所有人都喜欢，并且尽可能多的赚钱。将来，等你出名了，你就可以在你的小说里探讨哲学和形而上学的人物了。艾米评论道，他对这个问题持严格的实用主义观点。好吧，乔笑着说，如果我的角色是哲学和形而上学的，那可不是我的错，因为我对这些事情的了解，仅仅是我偶尔听到爸爸说的一些话。如果这些高深的想法能融入我那些错综复杂的爱情故事里，那对我来说就更好了。贝斯，你怎么看？我希望尽快看到它出版。贝斯回答。他说话时微笑着，但无意中强调了最后几个字。再加上他那双尚未失去童稚纯真的眼睛里流露出的忧郁神情，让乔心中掠过一阵不祥的预感。他决定最好还是尽快把他的书出版出来。于是，这位年轻的作者把他的第一部作品摆在桌上，以斯巴达式的坚定，像食人魔一样残忍地开始肢解他。为了取悦所有人，他听取了所有的建议，结果就像寓言里的老人和驴子一样，最终谁也没能满意。他的父亲非常喜欢作品中无意间流露出的形而上学色彩，所以年轻的作者决定保留它，尽管他自己也不太明白。他的母亲认为文本中充斥着过多的描述，所以几乎所有的描述都被删掉了，连同一些对情节连贯性至关重要的部分也一并删除了。梅格欣赏悲剧性，所以他增加了戏剧性，以使其符合他的口味。而由于艾米对喜剧性的段落提出了异议，乔出于好意，改变了一些最有趣的场景的基调。这些场景本来可以使故事不那么阴暗，然后为了彻底毁掉它，他删除了1/3的篇幅，并满怀信心地把这本可怜而残缺的小说，像一只精选的知更鸟一样，送到了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去寻找它的命运。这部作品出版了，他得到了$300。他收到的赞扬和批评同样多，比他预期的要多得多。这让他陷入一种激动不安的状态，很久才平复下来。妈妈，您说受到批评对我有帮助，但这怎么可能呢？评论如此矛盾，我都不知道自己写的是一本有前途的书，还是违背了实践。可怜的乔惊叫道，他看着一堆评论，这些评论让他在几秒钟内从骄傲喜悦跌入愤怒沮丧的深渊。这个人说，一本精致的书，充满了真理、美丽和温柔。他的一切都是甜蜜、纯洁和典范。困惑的作者读道。再看看下一个人说的，这本书所维护的论点是坏的，充满了邪恶的观念、招魂术的思想和不可信的人物。好吧，既然我没有维护任何论点，也不相信招魂术，而且我的角色都来源于生活，我不明白这位批评家怎么能说的有道理。另一个人认为，这是近年来出现的最好的美国小说之一。我知道一些比这好得多的。而下一个人则断言，虽然这是一部充满力量和情感的原创作品，但我认为这是一本危险的书。天哪！有些人嘲笑他，有些人过度赞扬他，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我想表达某种论点，而实际上我写它只是为了娱乐和赚钱。
我宁愿当初把它全部出版，或者根本不出版，因为我害怕被人误解。家人和朋友们尽可能地鼓励和赞扬他，但对敏感而乐观的乔来说，那是一段艰难的时期。他本想做得那么好，结果却似乎做得那么糟。尽管如此，这次经历还是有益的，因为那些意见真正有价值的人向他提出了批评。这对一个作者来说是最好的教育。当最初的失望平息后，他可以嘲笑他的小书，同时仍然相信他的作品，而且所受到的打击让他感到更聪明、更坚强了。不像祭慈那样成为天才会要了我的命，他坚定地说。关键在于用幽默的眼光看待一切。结果，那些我从真实经历中照搬过来的情节，被说成是不可能和荒谬的，而那些我用我愚蠢的想象力编造出来的场景，却被认为是迷人地、自然、温柔和真实。我以此自慰，等我准备好了，我会再写一本小说。